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午夜听鬼。这次星星又打算换成简易动画版试试，感觉有动画还是比较有趣的，对吧？我真是个善变的女人呢。感谢这期故事的投稿人小豆花。听故事前可以先帮星星订阅点赞，这样我就不会错过更新，还可以让星星的频道让更多人看到哦。感谢你啦！那我们开始咯。我跟我男朋友饭团在读大学的时候，租了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套房。房间的格局很简单，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靠窗的书桌，书桌旁有一个放东西的柜子，而我们房间的隔壁就是屋主的房间。那个柜子除了放了一些书和娃娃公仔之外，最上的一格还放了一个相框，里面放了我跟饭团的合照，而相框的前面就放了一束干燥花。我们每天起来，只要一看到那张照片，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。你们两个，这个照片不能这么摆的啊！哎呦，又怎么了啦？你有必要反应那么大吗？忘了跟你们说，这位是我的好闺蜜冰皮，她是从事生命礼仪的，所以对这方面的禁忌特别敏感。没有人会把花放在照片前面的，只有死人的遗照才会那样摆。你们这样放不吉利哦。哎呦，你不要每次都这样迷信啦！你不觉得这样摆很好看咩？我当初就是用这朵花追到星星的，这样放有什么问题啦？可是冰皮，没事的啦。来，你陪我去厨房后准备晚餐啦。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哎！之后如果出什么事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哦。是，绝对不会怪你的哈。没错，那时候的我们是很铁齿的，完全就不相信这些奇怪的说法。直到这天晚上，没错，我跟饭团在搬家后当天的半夜听到了砰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像是有人在敲打桌子的声音。我们当下觉得应该是隔壁房东半夜在搬什么东西，一直敲到桌子吧。虽然觉得很干扰，我们当时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睡觉了。就这样睡到了隔天早上，由于昨晚的声音是断断续续的，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跟饭团都睡得很不好。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发现书架上的相框倒了。我想说，是不是饭团半夜睡觉时不小心碰到柜子，把它给弄倒了？于是把它摆正后，我们就去上课了。但是因为昨晚没睡好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好专心上课，想说今晚一定要好好补眠才行。只是没想到那个声音又来了，而且不止一晚，而是连续好几个晚上都有。而相框也是一直无故的倒下，每晚睡不好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想太多了，所以都是把它给摆正就是了，反正是很顺手的事嘛。而在几天后的某个早上，我们在客厅遇到了房东，就趁这个机会跟他谈了一下。房东，你最近晚上都很迟睡哦，是不是加班到很晚啊？对呀，最近真的是比较迟睡了一点，没办法，睡不着就起来工作了啦。那你要记得早点睡哦，不要工作得太晚啦，我们也是要休息的。你们也是啦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也精力旺盛呢。不过也不要那么迟睡啦，这样我也可以早点休息啦。我们会的，谢谢你。当晚我们就很开心的准备睡觉了，毕竟已经暗示了房东，想说今晚应该可以好好一觉到天亮了吧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我们又听到了那个敲桌子的声音。不是都提醒他了吗？怎么还在弄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跟他理论。算了啦，明天再跟他说啦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不要以为他是房东就可以这样为所欲为耶。没错，就在饭团要起身去找房东理论的时候，
突然间，我们听到了超级大的声响，那个声音跟之前敲桌子的声音不同，这个更像是有什么重物砸下去的声音。我们害怕的屏住呼吸，观察了一下四周，房间内又恢复了寂静，那些声音完全停止了。我看到了我们的相框又倒下了，那一瞬间，我下意识的想到，难道是真的因为那束花的关系吗？平时不以为意的事，现在想起来却让我毛骨悚然。一直以为相框是自然倒下的，但仔细想了一下，窗户是关着的，电风扇是固定在天花板往床的方向吹，而相框在书架的最里面，风的强度根本不会大到把相框弄倒的程度啊。再来就是每晚听到的那个敲桌子的声音，现在想起来，那个声音好像不是从隔壁房发出来的，因为声音感觉很靠近，也没有那种隔着墙壁的感觉，所以那个声音是从我们的房间发出来的。是有什么东西把相框一直弄倒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开始不敢再待在房间了。饭团，我们要不要出去客厅啊？好像可以哦。就在这时，我们听到门口传来了敲门声，这下我跟饭团都被吓到了。听到声音后的我们立马缩在棉被里，不停地发抖。我去拿手机开闪光灯，然后就去看一看。奇怪，怎么在这个时候打不开啊？不知道怎么了，饭团的手机明明平时触屏2下就会解锁的，现在却完全没有反应。解锁到了，可是荧幕为什么会变这样啊？这时饭团的手机好像是被黑客侵入一样，在一片黑色的荧幕上一直在输入一排又一排密密麻麻的乱码。今晚发生的事已经够让我们害怕了，然而更可怕的是，我们听见了房外的走廊传来了铁链拖地的声音，声音还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靠近。今晚到底是怎么了啦？为什么要这样来搞我们呢？此时的我们已经被这一切的声响吓到完全不敢动了。被逼急的情况下，我只能拼命把所有懂的神佛都念了一遍。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伟大的上帝，祈祷这一切可以快点过去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想起冰皮之前说过的话，突然觉得很后悔，一定是自己触犯了什么禁忌，才惹到了不该惹的东西。那个声音没有了，对吗？应该是。之后的那晚，我们再也睡不着了，不敢开门出去，也不敢再说话，只能睁眼躺着，直到天亮。天亮了隔天一早起来，我就看到相框跟花掉在了地上。你们还好吗？你们脸上的是黑眼圈，还是被人打的啊？午餐还要不要一起吃啊？冰冰，我跟你说，是的，当下我没忍住，就一次过跟冰皮说了昨晚发生的事。早就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还不信，幸好你们没事。能伴随铁链声出现的，应该只有黑白无常了耶。那两位大概以为房里有人过世，所以要过来带走吧。都跟你说了，相框和花那样放，像被往生者了哦。可能他们误会了，所以把花打掉，也算是警告你们了吧。我们听到冰皮的解释后，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。没想到这么一个小事也会是一个禁忌。可是黑白无常有可能认错人吗？他们不是都看这生死簿确认了才来带人走的吗？哎呦，都发生这样的事了，你还不信？都跟你们讲不要再这样摆了，下次再这样被带走的就是你们了啦！现在快
点跟我去庙拜拜收金啦！立刻，马上啦！拜拜回来后，我们以为可以安心了，但没想到事情发生的缘由比我们想象中复杂。几天后，我们在客厅又遇到了房东。前几天你们还好吗？我好像听到了很可怕的声音，就敲了一下你们的房门。啊，原来是房东你敲的啊！其实是这样的啦，我们就跟房东说了前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没想到房东突然脸色一变，之后结结巴巴的说出了让我们都没想到的真相。原来我们这间房间的上一位租客是一名工程师，由于每天上完班回来都会继续加班到3更半夜，可能是工作到太压力太生气了吧，房东时不时就会听到他的房间里传来敲打桌子生气发泄的声音。但谁会想到凌晨的某一天，他再也撑不住每晚的熬夜和超出负荷的工作量，突然就倒在了自己的电脑前，没再醒来过。倒下去的那一刻，他的头重重撞在了桌面，发出了砰的一声。房东这才想起来，那个声音就跟前几天听到的一模一样。种种细节串起来后，这下我们才恍然大悟，我们的相框会一直倒下，或许是因为那位工程师一直敲桌子震到了相框吧。还有那玩手机不断出现的乱码，更有可能就是他没日没夜还在努力想要完成的文档。而最后2位黑白无常也没认错人，他们应该就是来带走那位一直在房间里重复工作到死，灵魂还被困在书桌前的工程师的。因为自从那晚听到了那个毛骨悚然的铁链声后，我跟饭团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敲桌子的声音了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很感谢你们看到这边哦，喜欢的话一定要帮星星订阅点赞，或者加入会员小小的支持星星哦。我跟饭团就先谢谢你们啦。如果还看不过瘾，星星这里还有更精彩的故事，现在就点进去看吧。最后，各位加入灵性鬼探社的社员们，干部阿燕、雷克斯、Jean 和 Clay L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，特别是荣誉社长陈伟志，感谢你们啦！